中国富人跑路创纪录，2024年又是新高峰。最近，国际知名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与 Partners 发布了一份报告，说是2024年又有15200名身家100万美元以上的中国富豪卷着钱跑路了。这帮富豪们一人至少带着100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。大家算算，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比2023年多了1400人，比2022年涨了28%，创下了历史新纪录。而且更惨的是，这已经是中国连续第3年成为全球富人逃离最多的国家了。说白了就是，全世界最不想待在自己国家的富人，都是中国的富豪。我们再看看这些富豪们都跑去哪了？最热门的目的地当然是美国、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，新加坡也不错，有不少人选择去那边。最近连日本这种跟中国关系不太热络的国家都成了中国富豪的新宠。从全球来看，2024年有134000多个富人在全球流窜。按理说这个数字应该比较稳定才对，但是去年特别高。为什么呢？一个重要原因是阿联酋、美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吸引了大量富人。说到这里，我专门查了一下2019年的数据，那时候全球富人迁徙峰值是11万人，而疫情期间这个数字大幅下降。但是你看看现在，已经从11万暴涨到了134000人，而且预计2024年还会继续涨到142000人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假设这15000名中国富豪，每人保守带走100万美元，那就是150亿美元，折合人民币大约1000多亿。而这还只是他们申报的金额，实际转移多少，咱们谁也说不清。再对比一下刚出炉的数据，2024年第2季度，海外公司就从中国撤出了创纪录的150亿美元。上半年，中国国际收支数据缺口更是达到195亿美元。经济学家都把这个缺口当作资本外逃的指标。就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数据，如果把那些地下资金外逃算进去，天知道到底多少钱溜走了。按理说，中国每年限制个人向国外转账不能超过5万美元。但是富人们有的是办法，有人通过香港兑换，有人用离岸公司过桥，还有人找地下钱庄。去年12月，中国官方自己都承认了，光是从5月份开始查获的地下钱庄交易就高达110亿美元，这还只是被抓到的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人要问了，为什么这些富豪非要跑路不可呢？我跟你说，光是看胡润百富最新的调查就知道有多吓人了。64%的中国千万富豪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都在考虑移民，要么在申请，要么已经移居海外了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10个富豪里面有6个都想跑。环球网的报道更是说漏了嘴，这些移民的中国富豪构成很复杂，有些是跟政府做生意发财的，钱不太干净；有些是江浙一带做外贸的，辛辛苦苦挣来的钱。但不管什么钱，现在都往外跑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大家对未来都没信心啊！要我说，这些数据比任何政府新闻发布会都要真实。你看看现在的中国经济，股市天天跌，房地产烂尾一大堆，地方债务高企。最近听说万科的 CEO 被警方带走了，这不更让企业家们心慌吗？所以这些富豪能跑就跑，谁还敢在国内继续赌未来？这不是刚进入2025年吗？中国高层终于承认经济运行面临一些新情况，这话说得多委婉啊！我给大家翻译翻译，新情况就是烂透了。大家看看年初这阵仗，人民币贬得跟面条一样软， A 股更是跌得连妈都不认识了。最近这波下跌，沪深300指数创下了16个月新低，1周之内就暴跌了 5%， 是2年来最大的单周跌幅。我特意查了一下，现在 A 股的市值
比2021年高点时蒸发了将近20万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整个德国的 GDP 都没了。更要命的是，特朗普回来了，市场都在传，等他1月20号重返白宫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对中国的关税提到60%。这下可把国内的汇市和股市都吓坏了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创下了16个月新低。我给你们再爆个猛料，去年11月，中国金融市场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金外流。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到12月底，外汇储备一个月就缩水了635亿美元，剩下3.202万亿美元。这个降幅把经济学家们都吓傻了，他们原本预测最多就减少200亿美元。外汇管理局出来打圆场，说什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。我就想问问，你们是不是活在平行世界？央行都已经在暗示要降息了，就是为了让人民币贬值。路透社都报道说，高层正在考虑让人民币继续贬值，就是为了应对特朗普可能加征的关税。说到 GDP 就更有意思了，官方说2024年增长了 5% 左右，实现了预期目标。但你要是仔细看数据就知道，这个 5% 水分有多大。荣鼎集团的分析师都说了，实际增速估计就在 2.4% 到 2.8% 之间，这差距够大的吧？连世界银行这种比较保守的机构也只预测2024年中国 GDP 增长 4.9%。更糟糕的是出口，这可是过去几年支撑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了。但现在这根稻草也要断了。最新的财新服务业数据显示，2024年12月的新出口订单指数跌破了50，创下近2年新低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外需已经开始萎缩了。我再给你们报个更劲爆的，2024年底的企业信心指数降到了2020年3月以来的次低水平。大家还记得2020年3月是什么时候吗？那可是新冠疫情刚爆发，全国都封控的时候啊。现在企业家的信心居然比那会儿还要差，这不是吓人吗？这还不算完，中国现在通缩问题严重。我查了一下数据，去年12月 CPI 同比下降了 0.3%， 已经连续3个月负增长了。PPI 更惨，已经连续15个月负增长。简单说就是商品卖不动，企业没利润，老百姓不愿意花钱，这不是死循环吗？所以啊，中国的高层说经济步履蹒跚，这话说的还是太温柔了。我看这不是蹒跚，这是都快摔倒了。政府现在天天喊着要稳增长、促消费，但问题是钱从哪来？债务那么高，还怎么刺激？大家看到前面这些数据，可能会说，这不就是经济周期吗？熬过去就好了。但我觉得这次真不一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捋一捋。先说第一个重磅炸弹，房地产这个定时炸弹还没拆除呢。2024年，中国房企的债务违约金额创下历史新高，光是前3季度就有50多家房企宣布破产。大家觉得到2025年会好转？我给你算笔账，2025年房企到期债务高达5000亿美元，这可都是真金白银要还的钱啊！但现在这市场，连万科这种老房企的 CEO 都被带走了，谁还敢碰房地产啊？更要命的是就业问题。我特意查了一下最新数据，16至24岁年轻人失业率接近 20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每5个年轻人里面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。要知道，这可都是拿着大学文凭的高材生啊。结果呢？毕业即失业。那些高学历青年还不是只能去送外卖、做代驾。还有通缩问题，连续3个月 CPI 负增长，高层还以为这是好事，便宜能买到东西。错，这是死亡螺旋的开始。工厂卖不出去产品，
就得降价，降价就没利润，就得裁员，裁员了，人们就更没钱消费，商品就更卖不动，这不就成了死结了吗？再看外贸，以前中国好歹还能靠出口赚外汇，但现在呢？东南亚国家抢订单，印度抢高科技，越南抢制造业，中国夹在中间，还要被美国制裁。特朗普要是真加征60%关税，那还不得把中国的出口彻底打废？说到制裁，芯片这一仗更是输得一塌糊涂。华为好不容易憋出个麒麟芯片，结果连14纳米都搞不定，还在那吹什么突破封锁。现在美国那边已经把3纳米都量产了，这差距啊，我看的都替华为尴尬。最吓人的是钱袋子的问题，地方政府2025年要还的债比2024年多了40%，光利息就要3万多亿。原本指望靠卖地还债，但是现在房地产市场都崩了，这钱从哪来？我给大家报个猛料，有的地方政府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更别提那些隐性债务了。据国际投行统计，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可能高达100万亿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中国 GDP 的80%。这些钱都是通过城投公司、政府基金这些看不见的渠道借的，现在都快还不上了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政府不是在救市吗？我呵呵一笑，就这就是力度，连牙膏都挤不出来。你看看现在政府出台的政策，调降存款准备金率，小幅降息，发行特别国债，这些都是小打小闹，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现在政府已经没什么子弹了，负债率那么高，再借钱就真要完脱了。印钱吧，又怕人民币崩盘，这不是进退两难吗？所以我说，2025年对中国来说，不是面临挑战那么简单，而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那些还在唱赞歌说稳中向好的人，要么是真不懂经济，要么就是装糊涂。照这么发展下去，我看2025年中国经济怕是要经历至暗时刻。那些还在观望的企业家们，该转移的赶紧转移，该走的赶紧走。等到形势真的恶化了，那就晚了。就像我一直说的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与其到时候后悔，不如现在就未雨绸缪。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